哎，你看好可爱。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恒记兄弟今天的辛苦工作。
现在吉拉鱼死亡案已经有了非常重大的突破。景天，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我们在现场发现的这些蚂蚁，它叫马里克帕须蚁。现在呢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毒的昆虫，主要分布在美国和墨西哥地区，除了实验用，其他地方不常见。但就是这种平时很少见的蚂蚁，在吉拉语的房间里，居然一下子发现了10来只，是不是很蹊跷？同时，我们把找到的那些马里科帕须蚁全都送到了局生物信息实验室。根据比对，马里科帕须蚁体内乙酸毒素的氨基酸、肽、蛋白质等这些物质的分子排列方式，和死者血液里毒素的情况相似度为96.9%。当然，光靠这些还不能完全说明吉拉语就是被马里科帕须蚁这种昆虫给毒死的。根据景天提供的实验资料，一只马里科帕须蚁连续蛰刺12下，就可以干掉一只2公斤重的动物。你们没有听错，马里科帕须蚁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连续蛰刺。折算下来，吉拉语这样的正常成年人，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至少需要上百只蚂蚁同时持续攻击一小段时间才会死掉。这个数目可以包括过程中被吉拉语反抗挣扎而弄死的蚂蚁。第一个问题，假如吉拉语真的是被这么多马里科帕须蚁毒死的，这些马里科帕须蚁是哪来的？确实啊，蚂蚁生来为什么不进房间呢？确实马里为什么？是小雨师兄那里的。天。这些蚂蚁应该是吉拉宇先生另外的一位租户，也就是我的师兄刘小雨先生房间里试验用蚂蚁，极有可能吉拉宇先生就是被这些马里克帕须蚁所攻击的。这位刘先生的房间里的实验蚂蚁，光马里科帕须蚁就至少有上千只，少个180-80只还真看不出来。也看不出来。OK， 既然可以确定吉拉宇先生是受同一所房子里马里科帕须蚁的攻击而死亡，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请问这次攻击是一场意外，还是有人蓄意为之的呢？肯定也有人注意到了，既然是至少上百只马里科帕须蚁攻击了吉拉宇先生，那为什么恒记兄弟们在现场只发现了10来只蚂蚁尸体，其他的蚂蚁去哪儿了呢？这怎么发现？真是新鲜。看你们的表情，一定以为我被下降头了。天，图片上的这种蜥蜴，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蜥蜴。这个蜥蜴是咱们的一位刑警兄弟。当时在搜查吉拉宇家的时候，在吉拉宇的床下的一个角落发现的。天，这种蜥蜴叫德克萨斯角蜥，主要也是分布在美国和墨西哥地区。这种蜥蜴受到攻击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身体胀大，然后从眼睛里喷出血来。哦，你看那么恐怖，滋那么连的。没关系的。这种角蜥性格非常温顺，一般不会攻击人类，并且也没有毒。这只蜥蜴要是有毒，抓它的那位兄弟可能早就挂了。OK， 大家注意到了吗？天刚才说了，这种蜥蜴分布在美国和墨西哥地区。从吉拉宇家的现场陈设来看，这只角蜥应该不是他养的宠物。那么这只角蜥，它为什么会出现在吉拉宇的房间呢？天，为什么会跑过去？我在论坛上请教了一位当地的昆虫学家，原来这种德克萨斯角蜥是马里科帕须蚁的天敌，它专门吃马里科帕须蚁。也就是说，这些攻击吉拉宇的马里科帕须蚁，要么是飞走了，
因为现在正是蚂蚁婚飞的时间，要么就是被这只德克萨斯角蜥给吃掉了。我知道你们都觉得匪夷所思，但是想想看，为什么这两种分布在美国和墨西哥地区、彼此有着食物链关系的生物，会同时出现在吉拉语的房间里呢？难道他们约好了集体搬迁吗？就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太巧合了。所以，根据吉拉语面色紫干、大小便失禁等情况，包括现场发现的吉拉语尸体挣扎的状态，结合法医伦威解剖得出的中毒死因，以及生物实验室对马里科帕须臾的乙酸与死者体内毒素的比对，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认，吉拉语就是因为受到了马里科帕须臾的攻击而被毒死的。并且，由于这个小家伙在现场的出现，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吉拉语的死不是意外，而是人为设计的。也就是说，吉拉语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被人用马里科帕须臾谋杀而死的。不是啊，是这样。这是什么手法？我明白了，没有想过。就是说凶手是趁吉拉语夜里熟睡，用大量的马里科帕须臾攻击了他，然后再用德克萨斯角蜥去打扫战场。Bingo。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实际上，德克萨斯角蜥的存在会让马里科帕须臾感到兴奋和烦躁，会不断地释放信息素，这反而会让更多的马里科帕须臾赶到现场。也就是说，德克萨斯角蜥和马里科帕须臾应该是同时出现在现场，甚至德克萨斯角蜥更早出现在现场。说的有道理啊，是这样。看到了吗？如果没有我们这位中国朋友的话，我们就算打破了脑袋，也没有办法找出吉拉语的死亡原因。如果没有这位中国朋友的话，我们也就更不可能发现吉拉语是被人谋杀的，对吗？对不对？确实是这样，确实是。那还等什么？还不给我鼓掌！警长，你就那么相信那个景天？不是，你还在怀疑是他杀的人啊？万一呢？无论从作案手段看，还是从作案时间看，这两个中国人都最有可能，可能是天杀的，也可能是流杀的，也可能是合谋。那动机呢？仇杀？还是情杀？见财起意？吉拉语房间的财物都保存完好，应该不是见财起意。留来泰国2年了，一直租住在吉拉语的屋子里，在租住的这期间一直都没有问题，为什么现在要杀吉拉语呢？这个景天刚到这里住了1个晚上，他为什么就要杀吉拉语呢？所以要审问他们呀。你是不是忘了，刘刚出车祸已经死了，而且景天准备跳楼自杀。幸亏精灵他通知我，及时找到了他。那也可能是这2个人杀了人之后，又分别畏罪自杀了呢。万一呢？你不是总说万一吗？要不这样吧，你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景天，但我也有足够的理由去相信景天。算了，跟你说这些也没有用。我们是警察，办案讲究的是证据。好啊，你说吧，讲证据啊，你想怎么着？首先，那瓶香水我要拿去化验一下，万一它的气味可以把马里科帕须臾给吸引过来呢？没问题啊。天和刘的房间都要搜查，个人物品也要仔细检查。可以啊。我还要提审他。那不行。
谭景天在学校刚刚登记注册，一旦有了被警察讯问的记录，他就会很麻烦。刚才你也看到了，谭景天对刘晓宇用蚂蚁杀人这个结果明显难以接受，对吗？对。人白。怎么了？有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你说。昨天师兄他和吉拉宇吵过一架。啊？吵得凶吗？但我觉得，师兄不会因为吵过一架就去杀人吧？现在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觉得，而是警察怎么觉得，并且你有义务把这个情况告诉警察。景天，对不起，我相信你，但是这个情况你必须要让警察掌握。你说，你听到刘晓宇明确警告吉拉宇，用几只蚂蚁就能取他的命。但我觉得师兄他并不是有意的。其实，吉拉宇走了之后，师兄还挺后悔的，而且师兄跟我说过，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样。变成什么样？他没关系，得自己人，啊。其实，在我心里，师兄他一直都是一个很开朗、很阳光、很简单的人。这次我再见到他，虽然还是感觉到他很阳光，但是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替我保密，千万不要让他父母知道。我向你保证，啊，保证。师兄他现在有催吐的情况，他的左手有一条明显的疤痕。催吐？催吐？不是，催吐是什么？催吐就是用手指摁压舌根，促使自己把吃的东西吐出去。如果长期催吐的话，手指和手背会留下与牙齿摩擦造成的疤痕。师兄，你在这边还习惯吗？啊，蛮习惯的。这边相比国内相对悠闲得多。那专业上还顺利吗？还行，适应中。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会不会是在减肥啊？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而且，他也一直在服用右佐皮克隆。这么严重？难怪我在他的房间看到了很多即时贴。什么意思啊？长期服用右佐比克隆会有健忘的情况。那他以前不这样吗？之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接触挺多的，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在我们这个美丽富饶的泰国，反倒是抑郁了，还真的是意难平啊。是啊，但我觉得哈，虽然师兄跟吉拉宇吵过一架，但是如果说师兄他是自杀的话，那我还是可以相信的。但如果说他去杀人，那我觉得我很难以想象，他为什么要杀吉拉宇？他有什么作案动机吗？激情杀人，抑郁症的病人是不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傲慢与偏见，抑郁症患者都在跟自己做斗争。如果能够随随便便杀人的话，就不会抑郁了。我不喜欢你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讨论这件事情。用马里科帕须乙
和德克萨斯角蜥这个组合来杀人，这很明显是精心设计的，不可能是什么激情杀人。那也不一定。刘晓宇的专业就是研究蚂蚁，他用蚂蚁就像我们用刀用枪一样简单，而且更隐蔽。搞不好他就是一冲动杀了吉拉宇，然后更加抑郁了。所以他在第2天选择了撞车自杀。我说错什么了吗？从街道的监控画面来看，刘晓宇看到来车的反应确实有些奇怪，有点从容赴死的味道。这个可以理解。师兄死了之后，我心里也巴不得有辆车可以撞死我。我懂景天的感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师兄就一定是自杀。毕竟这种自杀的方式和庄大运差不多，他怎么会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碰到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司机呢？而且还是在我们面前。除非我明白你的意思，交警方面也委托了我们这一组啊，我们也已经在排查了这个肇事司机的社会关系，他和刘晓宇完全没有任何交集。目前交警也确认，这确实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我没有说师兄是自杀，我刚才说的意思是，我宁愿相信他是自杀，我也无法相信他会因为租房子的事情用蚂蚁去杀害吉拉宇先生。就算刘晓宇不是自杀，是意外，也不代表他不会杀吉拉宇。毕竟马里克帕须蚁就是他的，总不会是你用他的蚂蚁杀人吧？如果是我用蚂蚁来杀人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告诉你是用蚂蚁杀的人呢？所以我才说是刘杀的人。你不能因为他已经死了，他不能说话了，就这样随便怀疑他吧？我是警察，这是我的工作，合理推测。我再说一遍，师兄他不会杀人。你说了不算，你说的也不算，但我可以把你抓起来。那只能说明你是一个无聊并且无能的人。不是你俩能不能都别说了？今天，你说刘晓宇他的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他有时候也会催吐自己，会不会是因为他跟吉拉宇之间有你不了解的冲突？毕竟你也才刚来。我和师兄有聊过一次，他倒是没有和我说他和吉拉宇之间发生过什么，可能更多的是专业上的压力吧。什么意思？师兄，他本来是宋教授的研究生，一直在研究昆虫杆状病毒重组的方向。宋教授死了之后，师兄就继续跟随着唐教授研究这个方向。但我这次来了才发现，师兄从灵翅目转移到了墨翅目。等等，什么魔翅目？这词我怎么没有听过？你应该还有印象吧？唐教授一直非常想让师兄继续陪他研究灵翅目，但师兄一直都很抗拒。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上一次我们一起吃饭。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但我确实不太理解，只不过是改个研究方向，就那么痛苦吗？甚至会自杀？我觉得这确实有一点……算了，当我没说。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从来没有说过师兄会自杀，我一直说的都是师兄他很痛苦。可是，就算他们有心结，之前他们是师兄弟，现在他们是亲导师和亲学生，
就不能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吗？我昨天晚上去找了唐教授，和他说了师兄的情况，所以唐教授才决定今天中午大家一起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去宋教授的追思会，这样大家可以静下来好好聊一下。可是，警长，刚刚又接到一起失踪人口的报案，失踪者为女性，30岁左右，大概20天前与报案人失去联系。联系恒记兄弟了吗？还没有，要不咱们先过去看看情况，反正地址已经拿到了。你在说什么？我叫你去就去啊！要不还是看完现场再通知他们。废什么话？之前几次报案都兴师动众的，最后又不了了之。他们是不敢对你怎么样，我就惨了。你的意思是，他们欺负你啊？要是欺负倒还好了，他们都不理我。可以呀。你现在马上给我去通知恒记兄弟，他们要是谁敢不去，你就来告诉我，我去收拾他们。好。今天，你也跟我去一趟。我，他凭什么去啊？就凭这个。鉴于谭景天先生在乔普拉案和这次吉拉雨案侦破过程中的优秀表现，经我本人郑重推荐，我局特聘请谭景天先生为我局专属昆虫学专家顾问，可随时参与我局刑侦人员现场勘查及其他相关刑侦工作，协助办案。去吧，今天。说好这3个月，24小时都要待在一起。金莲，我在现场找到什么生物信息，第一时间联系你。好，我这就回实验室。走吧。哎，等一下，我想请求你们件事情。师兄的父母今晚会到曼谷，你们能不能暂时先不要盘问他们，包括你们觉得师兄杀人的怀疑？为什么？他们有义务可以吗？放心吧。谢谢。走吧。你好，我叫纳塔奈，是这里的社区警察。哦，对了，是这位老人报的案。老先生您好。你好，您的房客是个女生，对，她叫素攀，多大了？应该是31岁。您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上次见面还是半年前，来收房租的时候。我没有她的手机号码。平时我和他一直就用我房子里的座机联系。我和他最后一次通话呢，应该是在20天前。他来电话问我煤气管道的事情。后来我给他打过2次电话都没人接。今天我来收房租，发现屋子里都积满了灰了，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就报了警。那他是做什么职业的？他是纹身师。好像是蝴蝶什么的，纹得特别好。可以了，警长。好的，跟老人家要一下这个素攀的身份证信息。好。走吧。
是个爱干净的姑娘。是啊，但就是苦了痕迹的兄弟们。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里可能有很多痕迹都是被这姑娘自己给擦拭掉的。怎么样？我说了应该来的。嗯。这些纹身照片，居然全部都是蝴蝶的图案。看来这个姑娘果然像房东说的，最擅长的是纹各种蝴蝶。对。不过这些图片上的蝴蝶似乎都有一些错误，也不能说是错误吧，就是与真实的蝴蝶会有一些小出入。拜托，人家是纹身师，在搞创作，又不是昆虫学研究生。倒也是，不过这些图案确实很精致，也很漂亮。让痕迹的兄弟们把这些照片都带回去。再看看房间里能不能找到客户登记簿之类的东西，要把每一个来过这里纹身的人都比对出来。是。警长，这里也有一张纹身的照片。这照片也太丑了，哎，你看我刺的都比他好看。这个纹的确实是不太好看。但还真的只有这个图案上的样子与真实的昆虫是一样的。这是什么蝴蝶？这不是蝴蝶。这不是蝴蝶？对，这是一种蛾子，叫马岛长喙天蛾。那这马岛长喙天蛾有什么特别的吗？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上，有一种植物叫大喙腥风兰，它长着长达20公分左右的花距，就长这样。这个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距，它的花粉呢就都藏在这个里边。这种蛾子呢只吸食这种植物的花蜜，为它传播花粉，而这种植物的花粉呢也只能由这种蛾子来传播。这个怎么形容呢？就像我们汉语中有一句俗语，叫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牢固的关系呢，很适合来形容忠贞不渝的爱情。你还真是个宝藏男孩。这个纹身呢，确实是纹得很丑，但它也确实纹了真实的这种蛾子的样子，没有进行2度创作，所以我怀疑这个纹身很有可能不是这位女纹身师纹的，很可能是别人纹着玩的。兄弟，这张照片在哪发现的？警长。就在镜子边上夹着，放在这里。姑娘每次化妆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了，对吧？这个图案又是关于忠贞不渝的爱情，有意思了。警长，这个长长的须子，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哪见过？哇哦，在你泡过的哪个姑娘身上呗？这里吗？这里？这里啊？还是这里？我说实话，在我接触过的这么多姑娘里，还真没遇到过这么博学和这么深情的。是吗？警长，你看，你是不是也觉得这很熟悉啊？这有什么好觉得？这尸体上吗？纹身拍出来的照片不都是这样吗？警长，拍下来发给经理，让他马上和女尸身上的纹身进行比对。看来你也是个宝藏男孩嘛，啊？我本来就是。真的真的。谢谢啊。警长，你还真相信会有一个每隔15年杀一个人的连环凶手啊？万一呢？
同样是女性，同样是虐待，同样是活活烧死。那个中国人景天呢？反正我觉得他不太能相信，不能轻易放过他。你仔细想想，一座房子一共3个人，死了2个，就剩他1个人活着，而在死者那里，又只有他的脚印和指纹。尤其是他又那么懂昆虫。人家不是都说了他很懂昆虫？他要是不懂昆虫，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吉拉羽是被人设计谋杀的。他谋杀完的人又帮我们破了案，有这样的杀人凶手吗？那万一有呢？警长，乔普拉还又杀人又报案的呢。那动机呢？他有什么动机？报复啊！刘和吉拉羽吵了一架，景天和刘一冲动就设计杀死了吉拉羽。景天自己都说了，他说过他和刘都患有心理疾病，冲动杀人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我再重申一遍我的立场，我相信谭景天，他只是一个留学生而已，人家并没有义务帮助我们警察破案。难道他3番5次的帮我们破案，就是为了暴露给我们他就是凶手吗？但是，你这样的立场就很轻率。警长，咱们刚刚因为乔普拉案的大意被处分了，你都被罚了1年的工钱了。他有本事就罚我10年的，我破案又不只是为了工钱。是，你是富家少爷，你不稀罕这点工钱，你无所谓。但是，那声誉呢？你最看重的警察的声誉呢？你不管了？就是为了我的声誉，为了警察的声誉，我才相信他。乔普拉案要是没有谭景天的话，你和我就不仅仅是被罚工钱了，也许警服都被扒了。做人呢，一定要懂得感恩，对吗？警长，这是2码事。破案要讲证据，在没有证据之前，我保留对谭景天的怀疑，这就是我的立场。那我就等你的证据，好吗？不是，你搞错了吧？这活不应该是你干的吗？干活！这个是今天在苏潘家发现那张丑丑的纹身的照片，也就是景天说的马岛长惠天鹅的纹身。这个是前天发现那具烧焦女士身上纹身的照片。大家请看这里，大家再看这样，这不是线头，也不是花纹，这是一个天鹅的长嘴巴。看来景天又给我们带来一个重大的突破啊！素潘在房间里留下的生物信息，和从烧焦女尸身上提取的生物信息一致。这一点，其实就已经完全能够证明，那具烧焦的女尸就是素潘。很明显，这才是一个重大突破。纹身符合，顶多算个佐证。对吧？我明白了，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泡妞的事迹，原来都是在吹牛啊！什么意思？纹身比对的结果说明，这个马岛长惠天鹅，它是纹在素潘身上的，对吗？对啊。素潘呢是一个优秀的纹身师，手艺娴熟，纹的蝴蝶图案都很漂亮，而这个图案纹的针脚又不好，图案又丑，对吗？对啊，怎么了？那么素潘这么一个爱美的纹身师，怎么会允许自己身上出现一个这么丑、纹的又不好的图案？尤其是这个图案又有这么浪漫的寓意呢？说明什么？马亮，告诉他。哎，别装蒜了。这说明素潘恋爱了。听到了吧？我没说错吧？
就你这粗糙的情感还泡姑娘，你跟人家马里奥可差远了。我跟你们的警长比，可差远了。要不这样吧，我给你讲几桩你们警长以前的风流韵事，你回去呢，好好学习学习，好吗？别听他的，我们接着说正事儿。好了，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又询问了素攀的房东，他是这样说的：素攀为人正派善良，不拖欠房租，不吸毒，不乱交，自己身上也从不打眼和纹身。这样一个正派甚至保守的女生，居然会让一个外人在自己的身上纹一个比喻坚贞爱情的图案，啊哈！而这个被允许在她身上纹上图案的外人，很有可能就是她的男朋友。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要找到她的这个男朋友，当然，也可能是曾经的男朋友。我们要找的是杀人凶手，而不是什么她的男朋友。现在，大家马上把素攀的照片发给各个分局，请求他们协助。重点关注餐厅、咖啡厅、电影院、商场、酒店等，包括所有恋人喜欢出入的场所，尽可能多的收集这些场所的监控录像，拿回来，咱们逐一比对，就是挖地3尺，也要把这个人找出来，明白了吗？明白。在想什么？我在想刚刚那个女纹身师的案子。干我们这行的，要学会把生活和工作分开。怎么了？我想起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也总对我说这样的话。男朋友？不是，算是哥哥吧。不过他已经死了。对不起啊。没有，我刚才其实是在想，今天这个案子里，那个马岛长惠天鹅和大惠新风兰，他们的关系多神奇，多美好啊！用来形容坚贞不渝的爱情，简直再合适不过了。自然界真的有太多我们未知的奇妙了。哦，对了，最近我在追一个网文童话故事，是写昆虫之间爱情的，也是非常奇妙。写的专业吗？你们男生关注的点还真跟我们女生不一样啊。明白了。你男朋友也问同样的问题。他说写的非常专业，重点是写的真的很美，说的是2只圣甲虫之间的故事，叫《田野上的圣甲虫》，5星好评，强力推荐。就是已经停更1年多了，我留言催更了很多次，但是，这是你今天第几杯啊？咖啡吗？不记得了。你每天吃住都在这里，天天还喝那么多咖啡，所以应该把生活和工作分开那个应该是你吧？有些道理。你今天不是要去你朋友的追思会吗？你现在可以走了。真的假的？那我可就真走了。走吧，我今天晚上要给自己放个假。这就对嘛，我走啦，拜拜。拜。